晚上好，今天给大家拍这个 SDCC 限定的孩之宝的师徒套啊，安纳金欧比旺套装，来自 EP3西斯的复仇。那这一套是今天去香港电玩节，本来已经售空了，然后我一直问，然后盯着他后面等了2个小时，他补货了，我马上就过去把这一套给买下来。我排了5-6次队伍啊，今天一整天在孩之宝那边排的5-6次队伍，一直在买一些补货的东西。哇，那也是非常，今天就补了这一套，就全场就只有这一套，也是拿下了，我操，就非常喜欢这一套。这一套是990港币，就差不多是904块钱的一个人民币。整个封面和玩具做的都非常之帅气，但是我这因为运输过程中可能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损到，就这里有一点折角什么其他的，但是大家就见谅吧。那今天也是跟探玩具的跟巨的哥一起在那边逛，一起买玩具，就还是玩的虽然非常累啊，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，买了很多玩具，就有时间的话再一一跟大家测吧。就有一个百兽王我觉得很不错，还有一个86威震天啊之类的再说了。那今天最重点的还是看一下这个，我们来看盒子。首先看盒子，就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封套，左边是安纳金，右边是欧比旺的一个像是漫画风的一个对剑的一个插画，下面就是第3部的西斯的复仇，孩之宝的一个黑盒 Star Wars。那后面就没什么好看的，左右两边就没什么好看，它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了啊，我必须离得非常远才能把它完全拍进去。那我们把封套抽出来，就能看到非常经典的一幕，就是在 EP3， 他们2个在岩浆上，在这个机械平台上对打的一个场景。哇，小猫不要弄我的玩具，走开！我去赶小猫的啊。我们来看安纳金天行者、欧比旺、肯诺比、迪士尼孩之宝。他的这个臭小猫搞我封套。OK， 他们是玩具的悉数是定格在他们2个在平台上对战的一个画面的，然后是有2个平台，2个主体，所有配件全部放在右边，有2个头雕、2个手型对剑的一个特效件，还有一堆关键的特效件，还有岩浆的特效件。整体的一个卡纸背景就是岩浆的一个背景。是叫穆斯塔法吧？那个星球，我好像是叫穆斯塔法。然后这2个都好像都是新素体，就是全新设计过的。然后他们的面相做的非常之正，非常正点。整体这个风格设计我非常喜欢，但是我感觉回合会非常困难啊，就是可能你猜出来就不太好回合了，因为你能看到人物身上有非常多的绑带，然后他们都是以特定的一个姿势放在盒子里。那我感觉重点还是来看一下这2个主体的一个表现，一个地台的一个表现，这种种的一个反正都很值得看的。就这一套的看点真是太多了。那要暂停一下，我来把它们拆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。经过9牛2虎之力，终于是把这个所有内容物全部拆出来了，非常的难拆啊！就这东西回合的话肯定很麻烦的，但是整体确实是非常的帅。一共是有2个地台，一堆特效件。这些，但是我有点好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应该是装在人物脚底，让它跟这个平台那些孔洞固定的一个小道具，但是这个太多了，我就不拆了，以防丢失啊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人物主体。我们先来看欧比旺。欧比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，就它EP3 欧比旺是很少有好玩的玩具的，像老的 EP3 欧比旺，我看一下，孩之宝的，我是刚好有一只，我觉得做的并不好啊。这是老的一只欧比旺，我拿下来给大家对比，看看它们的区别在哪。这只新的欧比旺，我觉得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面雕，它整体的一个面相做的非常之像 EP3 老王。看一下同老的对比，老的这个衣服本身烂，素体是有孔素体，然后呢，人物的一个稳定性也很差，这个脸也并不像。我们能看到他们2个的脸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啊！然后不管是衣服的一个
刻画，还是说树体的一个怎么说完整度吧。老的这个你看这个关节，还有它的有孔的一个腿，但是新的这个呢，是因为是全新设计的，比安纳金还更高的面相，真的非常像啊，就感觉比 SHF 像多了，就像 EP3里的老王，他这样的一个脸型，然后他的头发发丝刻画也是蛮不错的，包括腰带的一个刻画。手型的一个细节刻画，我们能看到这是上面的一些经络，也是刻画出来了，非常之棒。这个手做的非常之真实啊，很不错。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一套了。这个靴子整体涂的一个漆也蛮漂亮的，应该是橙金色，应该不是漆，但是整体的一个皮革质感也是做出来的。你看上面这些皮革的褶皱，还有这把光剑的一个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对应的一个送的一个头雕。这个头雕就是一个，它跟这一个头雕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大家能看出来吗？稍等，我要对个焦。这手机拍视频就是你需要经常自己去追焦。就一个头发比较凌乱，一个头发比较规整的一个，这应该是打斗中的一个发型，这个就是打斗前的一个发型。整体的一个面相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，就是发型这里的一个区别。那要是能给个怒吼头就好了，那可能 SHF 的优势就在于此吧，就它给了一个表情头。表情头我觉得对于还原这一段的场景还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安纳金 EP3 的安纳金，可能就是很多人比较期待很久的一款玩具了。那阿索卡的 SHF 安纳金价格也一直是居高不下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面相，这个面相其实我感觉不如欧比旺啊。你要说很像吧，也没有很像，就感觉脸做的太胖了，脖子太粗了。就整体没有海登的那种俊俏感啊，但是你从某个角度看的话，那个凶凶的神情还是有的。像这个角度的话，这些都有。然后它这次的这个衣服是可以这样的，我们能看到里面的关节，整体的一个皮革质感，拿起来看，整体的一个皮革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，一个亮光的一个漆面，没有一个亮光的一个表现，然后有衣物的一个褶皱，衣服的一个褶皱。然后裤子这里有一个做旧的一个类似干扫一样的一个效果吧。然后靴子整体的一个外观阵型，手臂上的这个绑带看一下，也是完全做出来的。关键我觉得是不过安纳金关键本身就比较粗。再来看一下后背，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替换头。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可动啊。哦呀，这个东西不太好猜，真的不太好猜，好难猜。这个东西回合的话肯定是会非常麻烦的。就这个东西拿出来，你可能就只想就用这个场景摆着，就不会想着给它装回去。这整体也是一个没有打斗之前的一个平镜头。这个平镜头的模子是非常好的，你如果把它眼睛重涂一下的话，应该是会蛮像海登的。这个伤痕的刻画也没有问题，整个发丝的刻画也还好，不过不会很肉。整体的一个头雕是在线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下巴是不是太宽了，太胖了一点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欧比旺的一个可动。可动的话，低头这么多，抬头这么多，星战树体的可动就不用说去很期待了。整体的一个可动就是只到一个够看的一个级别了。那手臂的一个平台能到90度，同样带一个小幅度的蝴蝶关。手臂的弯曲是90度，手腕的旋转，腰部的旋转，弯腰是只有一点点，挺胸倒是挺多的。腿的一个前踢软胶裙摆的话，它是能到90度，后踢能有这么多。小腿的弯曲90度，脚的一个接地。那材质宝星战树体的一个可动，中规中矩就是这样，不用去期待特别好的一个可动。抬头、低头，但是该给的也都给了，也就够用。也同样是有蝴蝶肩的一个设计。手臂的一个平台很紧啊，平台非常之紧。哎，算了，我这边不敢掰，我掰这边。这边是能到90度，弯曲能超越90度一点点。
手臂的一个弯腰也是一样，弯腰小，挺胸大，转腰，脚的一个前踢、后踢、侧踢，脚的一个弯曲，全都是90度的一个，差不多就是最标准的一个可动了，就没有非常出彩的地方，但大部分情形也够用。然后我这次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两个地台了，这两个地台你如果去自己弄的话，成本还是蛮高的啊。就这次能还原出来，也绝对是一大卖点之一啊。它这次能卖这么贵，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地台。那我们直接来看，地台分为4个部分，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小的，这一个应该是机器人吧，浮空的一个东西。我们能看它身上的一些细节刻画，下面有管线，但是没有什么涂装，只有一个蛮粗糙的一个阴影涂装，这里也是，这上面也是有一些类似战损一样的刻画，有2个孔洞，还有一些融化的一个刻画。这本体的一个机器人，这2边是可以转动的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可动，下面是有一个孔洞给你安装在特效件上，下面也是带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分色涂装，整体的一个表现大概就是如此。主角自然就是这一个大的一个浮空平台了。我们能看到它整体上面这个铸造感做的非常之足啊，银灰的一个分色，银铁的一个分色做的非常之到位。整体你肉眼看是蛮有质感的，它这种比较粗糙的一个铸造感做出来了，但是2坨这个融化了的一个应该是金属，然后这一根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我对这一幕的一个考究没有那么细啊，就这个东西是可以转动的，这里是连在本体，这旁边有2个踏板一样的东西悬空出来，同样是带有这种渐变涂装。就那种被火焰映射出火焰光辉的那种涂装，下面这就是一个非常密的一个格栅的一个细节，整体的一个东西分量还可以啊，主要是很大，你可以让2个角色站在上面摆出对剑，还有在上面大风车非常经典的一些场景，还有2个人用原力互推之类的一些场景，都可以通过配合这些场景来进行使用。然后岩浆的话就中规中矩，没什么可看的。就是经典的孩之宝火焰特效件，红色、黄色、橙色的一个渐变涂装，只是带有动感。这里也是有4根柱，你可以把地台插在上面，然后把这一根安置在这里，卡在这里，来把另一个机器人也搭载在一边。这就是这2个岩浆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像我开局那样演示的，你直接找准角度，把它们全部给它。我看一下啊，我要对准一下，有时候不是很好找啊，这个角度。就这样。你对准4个孔，你只要找准1个孔洞，其实其他基本3个基本也就这样对准，然后把这个安装在这里，像这样直接给它卡进去，或者你给它推进去，反正就是你其实装到位之后是有蛮明显的一个段落感。然后再把这个机器人对准下面的孔洞，安装在这里，有一根柱形卡榫，这样给它装上去，整个平台场景平台就搭建完成了。整体是非常有 EB3 的一个感觉的。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特效件，这是他们2个人用原力互推的2个手型，还有关键碰撞在一起的一个对撞特效件，还有3种不同尺寸、不同造型的挥舞关键的一个特效件。都带有蛮漂亮的一个渐变涂装，就能还原出他们莫名其妙的大风车的一个名场面了。那这2个玩具来还原一些 EB3 的名场面啊，原力互推啊，大风车啊，高地王啊，是不是都非常不错？但是，哎呦我操！但是对你摆 pose 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需求能力啊。就孩之宝的可动，你摆 pose 要摆得好看，还是需要有一点考究的。你可以抄一下官图是吧？或者说看一下网上有些大师的一个摄影作品，
照着他们的来。我是不会掰了，我就懒得掰了。我现在今天在香港玩了一天，非常的累了，就也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很细致的去把这个东西给你摆一个什么 pose， 让他们的关键对撞一下还是什么的，就只能是这样简单给大家看一下。整体990，孩之宝官网1000块钱的定价，你问我合不合适？绝对不合适。这东西800块钱可以买，超过800就没必要买。但是这东西会不会跌，我不好说，因为是 SDCC。然后虽然说以前孩之宝的 SDCC 都跌，但是这一次可是EP3，都不好说。但是我觉得在会场以900块钱的一个抢先玩来买这一套的话，还是蛮值得的。但是你要说预定的话，1000块钱或者说900多900块钱来买这一套，我其实并不是很推荐。就他这两个新人物做的确实是非常好，但是安纳金的头条还是稍微差点意思。不过整体的第一台搭配玩法倒是蛮有趣的，而且该给的其实基本也都给了，只要是他再有个怒吼头就非常之完美了。总的来说，比起老树体的安纳金和欧比旺进步都非常明显，而且整体玩具的一个故事性也都有，只是说性价比不高。那这一个东西简单就看到这里。星战的话，好像没给大家看关键，我操！关键的话就拿在手上简单看一下吧，也就是经典的欧比旺和安纳金的一个关键呢，大家就也没什么新奇的一个东西。这欧比旺的关键涂的倒是蛮 OK 的，也都一样可以挂载在腰间。整体关节的一个紧实度都还 OK 啊，对于孩之宝这种美系软件来说，它的一个关节属于是能用就行，不属于是非常随机的一个表现啊。这么一看，这个安纳金的头条还是 OK 的，那个凶神恶煞的感觉是有表现出来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站不稳，就是你还是要搭配他送的那个小配件来使用。那整体这一套就看到这里了，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照片吧。那这一期因为我刚从香港回来，就拍得很随意了，就大家就简单看看这一套产品的一个素质，还有它具体一些配件的一些表现就 OK 了。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